母后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，就是回到您身边，做您的嫡子。朕以下给昭惠贵妃加封尊号，晋为圣母皇太后，签与先帝合葬章。至于您，子孙后代永远只能将您葬在妃阁，谁都不准辱。我是你10月怀胎的生母，父皇爱了您一辈子，这次您就让让姨。这就是我一手养大的亲生儿子。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回到了我生产当日。你如何了？求陛下放我出宫。你疯了！皇后的尊荣你不要了，孩子你也能狠心不要了？都不要了。胡闹！15年后，昭惠贵妃病重，孝子皇太子三跪九叩求遍天下名医，始终不见贵妃好转。最后他求到我面前。听闻您是安妖第一神医，求求您救救我母妃吧！太子殿下，请回吧。我救不了。救不了？你都还没见到娘娘，怎知救不了？你可知殿下的母妃是谁？那可是宠邑6宫的贵妃娘娘，2朝元老苏太夫的亲女儿。你要是能治好贵妃的病，就是东宫和苏家的大恩人，天下金银财宝赏赐应有尽有。她是贵妃苏令仪的表侄女，未来的太子妃。前世我本不同意这门亲事。姨母是您的亲妹妹，您就这么恨她？让我娶表妹为妻是她此生最后的心愿了，还请母后不要让姨母抱憾而终。为何你在苏令仪身边养了5年，便只认她这一个母亲？为了娶她这个表侄女，闹绝食自残，甚至要在雪地里贵妃双栖，荒唐！这是太子应该做的吗？恳求母后成全。原我因心疼骨肉妥协让步，可他却记恨我曾反对婚事，屡屡吹枕边风，挑拨我们母女，更是擅自不容忍，不知害死了多少皇嗣。救不了就是救不了，二位请回吧。你这老妇别不识好歹！表妹，不得无礼。谢大夫，听闻您医者仁心，连路边乞儿都愿意施以援手。疫病时也是您救了上万百姓的性命，四周邻县没您治不好的病，只求您能给我母妃看上一眼便可。就算治不好，我也绝不会怪罪您什么。堂堂一国储君，能为母做到这种程度，难怪天下人都称赞他的孝心。只可惜，这孝心从不是为我这个亲生母亲。请回。啊！你可知白天那是什么人？那可是太子，他动动手指就能杀了你，也能杀了我。你立刻收拾一下，进京给贵妃娘娘看病。谢氏，别怪本官没提醒你，民不与官斗，纵然盛名天下，但他们若想要你的命，也不过上下碰碰嘴皮子的事儿，你自己看着办。哼！上一世你为了苏令仪顶着千夫所指，下旨要我永生只能葬妃里。今世我也想看看你为了他还能做到何种地步。师傅不好了，咱们的药铺被人砸了。什么？东家，什么都没被偷，就像是纯报复。
我永远都忘不了这张脸。苏世林的续弦，苏令仪的生母陈氏。这位是苏太傅的夫人。谢神医是吧？只要你能救我女儿的命，苏家必不会亏待了你。你这药铺被砸得乱七八糟，想来损失不少。只要谢神医愿意随老身进宫看诊，这些就都是你的。且老身向你保证，再也没有地痞流氓敢来砸你的铺子。当年陈氏以外室身份成功上位，亲手把我娘推入湖中溺死，现在还想我救他的女儿？哼！我要亲眼看他白发人送黑发人，看苏令仪受尽病痛折磨而死，这是他们该有的报应。老夫人，你也请回吧。就算是皇帝来了，我也还是那句话，救不了。你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？来人！怎么，老夫人，这里可不是你们用惯阴私手段的后宅，难不成你还想逼我就范？你今日敢将我强行带走，明日弹劾苏家的折子就会推满御案。昭惠贵妃的兄长前不久刚因办事不力被皇帝降罪，老夫人，难道你想老太夫一把年纪，还要因娶妻不贤被同僚后辈大肆嘲笑吗？真是不识抬举，真是不识抬举！贱妇，一定会为你今日之举后悔！哼！把这封信交给出城向北的驿站，务必快马加鞭送到宫里。是，师父。陈氏和太子绝不会善罢甘休，萧景客曾说过会护我一世，前世他做到了，今生也应当如此。我爹吃了他的药，今日就死了。谢大夫医术一向好，怎会治死人？再神的神医也难去报官出错吧？苏太傅，人命关天，你随老朽进宫看贵妃，知府自会明察，把外头的人赶走。若不肯，药铺查封，殿中人等下狱，你多年心血顷刻灰飞烟灭。你们轮流威逼利诱，就没想过我为何不愿救他？你现在跟老苏走，他们立刻消失。哼，果真冥顽不灵。东家，您得救救我们啊！东家，您得救救我们啊！谢大夫，老朽给你最后一晚，明日城门口见不到你，就别怪我无情。夜半带兵围民宅，殿下是拿我归案，还是杀人灭口？谢大夫，孤无意伤你。苏太傅白日与你有误会，孤亲自来请你走一趟。请？殿下请人的规矩，倒比安阳知府还气派。放肆！见了太子殿下还不跪下？再进一步，试试是你的刀快，还是我的毒快？孤知道你有本事，可人命关天，你既为医者，何必如此冷血？瑞儿，可是到了，
到了，母妃，您别急，儿臣已将谢大夫请来了。瑞儿，别为难谢大夫，若他不愿，我这条命也便罢了。你听见了，母妃病重，受不得耽搁，只要你肯诊之事，孤一往不咎。殿下私带贵妃出宫，率人围我宅院，如今倒成了对我既往不咎。母妃认识谢大夫。你不是早就……静怡，娘娘病糊涂了，胡说什么？外祖父，母妃方才说谢大夫还活着，是什么意思？殿下，娘娘病入膏肓，神思不清。谢大夫从前与苏家确有旧怨，娘娘一时认错人了。旧怨，旧怨。苏太傅这话说得轻巧，是苏家从前对不住谢大夫，他年轻时在苏府暂住，与令仪有过可据。殿下，娘娘撑不了多久了，千错万错都是长辈的错，你若有恨冲我来，先替令仪诊脉。谢大夫，本宫知道苏家或许亏欠过你，可母妃病重，若非无路可到，本宫不会深夜来扰。他认得我，你不问为何？苏家人拦他，你也不问为何？你带数百人围我宅子，只想让我给他把脉。瑞儿，母妃别怕，儿臣一定请谢大夫救你。殿下，娘娘疼了您18年啊！谢大夫，只要你肯为母妃把脉，苏家救院，本宫往后必给你一个交代。太子殿下，你给不起。谢大夫，孤知苏家从前或许对不住你，可母妃病重，太医院束手无策，孤才亲自来请。太子殿下带数百人深夜围宅，这就是诚心相请。孤无伤你之意，贵妃待孤如亲子，只要你肯把脉，金银田产、入宫封赏，孤都可应你。瑞儿，罢了，你是太子，怎可为我强迫民间大夫？殿下，娘娘疼了您18年，若她有个3长2短，您怎能看着养母病死眼前？孤再求你一次，只把脉，不必进宫，待母妃病稳，孤亲自替你讨公道。太子殿下的公道是先让害我的人活下去，再问我为何不救他。母妃身居宫中，与你能有什么深仇？救院归救院，人命关天。人命关天，我的命便不算命吗？若我不诊，殿下预备如何？继续求，还是让他们把我绑到轿前？谢大夫，你怎能如此狠心？不过伸伸手，难道比割肉还难？瑞儿，别为了我坏了规矩。谢大夫，孤敬你医名，也敬你年长，可母妃不能再拖。谢大夫，请吧。深夜破门，强按头颅，太子殿下管这叫请？只要你去给母妃搭脉开方，这满院刀兵立刻撤走。我不诊，他的死活与我何干？娘娘，你撑住啊，娘娘！瑞儿，算了，我要为了我去为难谢大夫。母妃，太医，随行的太医哪儿去了？快拿药来！殿下新词，今儿就教你什么叫规矩。江心火，水，快拿水来！大夫的手最金贵，老奴倒要看看骨头有多硬。好一个母慈子孝，好一个清贵苏家！放肆！孤说了是请谢大夫，
谁准你们背着姑动用这种下作手段？殿下息怒，老奴是看娘娘病危，救主心切，才施了。陈夫人，东宫有东宫的规矩，姑不想再看到第二次。谢大夫，底下人不懂规矩，姑教训过了。现在姑最后问你一次，救还是不救？不救。你是医者，见死不救，有违医德。姑今日就是绑，也要把你绑到母妃榻前。纵容恶奴行凶，事后假意施恩，带重兵围宅，逼平民屈打成招，这就是太子殿下口中所谓的规矩和仁德。放肆！一介草民也敢妄议东宫，辱骂太子！李嬷嬷，给我掌他的嘴，教教他尊卑！叫你嘴硬！什么人，竟敢在姑面前放肆！皇上驾到！父皇，疼不疼？父皇，儿臣只是请谢大夫救母妃。母妃病重，经不得惊吓，此事儿臣一人所为，父皇要罚便罚儿臣。孽障！儿臣不明白，他既能救，为何不救？儿臣只是逼他开口，未曾想伤他性命。私下用刑，围宅夜闯，你还敢说未曾想？可母妃她……闭嘴！父皇，您为何如此在意她？她是朕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大雍中宫皇后。18年前，她拼了半条命生下你。她不是谢大夫，是你的亲生母亲。不可能！我的母亲是昭惠贵妃，是母妃养我长大的。太子方才说，若我不救苏令医，便剜了我的手。若我只是寻常大夫，就活该受刑吗？母妃，谢母后，求您救他，儿臣错了。可母妃真的撑不住了。来人，传太医，今夜擅闯皇后居处者，一个也不许放走。父皇，母妃病重，求您先让儿臣带她回宫医治。回宫？无照离宫，调侍卫围宅，逼皇后受刑，你们倒还知道回宫？儿臣不知她是母后，儿臣只是想救母妃。闭嘴！昭惠贵妃苏氏削去协理6宫之权，禁足朝阳宫，太子回洞宫闭门思过。陛下，令仪只是想活命，求您看在苏家多年。苏太傅教女不严，纵奴娇扰皇后，今夜在此之人押回苏宅看管，回京再审，带着他滚。今夜之事，朕会一笔一笔与你算。清醒！都这样了，还说不妨事？你早认出苏灵芝了。他认出我时，我也认出了他。陛下觉得我该救吗？他夜闯我的宅子，纵容太子用刑逼我。若你不来，我这双手便废了。他根基被药伤了多年，气血败坏，脏腑枯损。我出手也不过拖几日命。当真无药可医？陛下为何这样问？苏令仪的病因，陛下不是早该知道吗？当年你产后出事，朕只查到处死的太医，线索断在朝阳宫外，朕苦无实证，又忌惮苏太傅前朝势力，为了保护你，才默许你去宫外避世。这些年，朕为了防苏家做大，令太医院严坑其用药以起居，断了他在孕争储的可能。如今，朕终于可以替你讨这笔债了。你方才说，苏令仪不是寻常病症，陛下心里应该比我清楚。是朕。当年你产后神思崩乱，太医查到药方被动过，线索在苏令仪宫里。他买通太医，用安神药伤你，又趁你抱不住孩子，把何瑞带走。
朕夺了他的人，给他下了绝子药。药下重了，本只断他子嗣，他不肯认命，私下吃偏方虎狼药，积毒入肺腹，如今药石难医。他害我性命，抢我孩儿，踩着我的疯病做了18年慈母，今日病痛缠身，不是咎由自取吗？是。那陛下为何还问我救不救？因为何瑞，苏令仪死不足惜，可何瑞是你生的嫡子，是大雍太子。今日之事传回京城，天下人只会说他为救养母糊涂，不会知道他逼的是亲母。所以要我回宫替他遮丑？不是遮丑，是让他认清谁才是他的母亲，也让满宫满朝认清谁才是朕的皇后。这些年朕说你在行宫养病，是怕苏家寻到你，也怕你不愿回宫。如今刀也递到你手上，苏家不会罢休，何瑞也只会站在苏令仪身前。跟朕回去的，苏令仪的病朕不逼你，苏家的账朕给你交代。只是何瑞，他终究是我们的儿子。陛下，今日差点命人废了我的手。他是不是我的儿子，不由苏令仪说了算，也不由他跪一跪哭一哭便能算数。我可以回宫，但不是去等儿子回头。苏令仪、苏家、萧何瑞欠我的，我都会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好。押入后衙候审，封存府库公文刑名卷宗。皇后在安阳之事，暂不得外传。娘娘，药铺掌柜、药童和2个伙计都在牢里，奴才这就带人去接。先请大夫看伤，再带来见我。你伤还未好，这些事交给朕。药铺是我的，人也是因我被牵连，我要亲自见他们。朕陪你。谢大夫，是我连累你们。别跪，是我连累你们。苏家在官差杂铺说我们卖假药害死人，还逼我们指认方子有毒。他们翻乱账册，烧了几页，想坐实咱们私改药方。我查了近3月流水，那老人前日根本没在咱们这儿抓药。免礼。你们护皇后有功，受了冤屈，朕会给交代。谢大夫，您是皇后娘娘。从前不说，是有不得已，可你们受的难，我一定讨回来。草民只求别让苏家把黑锅扣在药铺头上。谢大夫行医18年，不能叫他们毁了。抚顺，备纸笔，谁砸铺，谁逼供，谁提过苏太府，一字不漏写下。再将药铺的碎柜药渣牌匾金属封存，涉事衙役单独看押，不许串供。这只是第一份，凡做过的事，总会留下痕迹。谢大夫，您还回来吗？会，等该还的债都还清，我会回来。谢大夫，一路珍重。好好开铺子，再有人借药方构陷，直接去京中地状。恭请皇后回銮。谢神医竟是皇后娘娘，那苏家杂铺子岂不是冲撞皇后？安阳知府已押入京，苏士林的人也看住了，你受的委屈，朕会清算。不急，证词账记都在，急的人不会是我。陛下，太子殿下求见。父皇，儿臣只想同母后说一句话。昨日你带兵围他，逼他救苏氏时，可想过同他说话？儿臣不知，若早知他是不知还是不信？朕说皇后养病18年，你信过几分？母后，儿臣有罪。回东宫，求您见儿臣一面。送太子回京，再敢擅自拦驾，禁足东宫。皇后谢氏回宫，仍居坤宁宫。昭惠贵妃苏氏私离禁中，惊扰皇后，即日起禁足朝阳宫，无诏不得出。贵妃所掌公务即刻交回，各宫账册印信名次，明日呈坤宁宫。奴婢愿坤宁宫长侍周氏，恭迎娘娘回宫。起来，
把坤宁宫的门打开。从今日起，后宫上下只认坤宁宫一职。奴才恭迎皇后娘娘回宫。娘娘离宫后，陛下不许人动旧物，只命初一18洒扫。娘娘，老奴有罪。当年流言污娘娘名声，老奴守宫18年却没护住，请娘娘责罚。都起来，赵嬷嬷，你继续管内殿。今夜起，宫门落校出入名牌各处钥匙全交坤宁宫核验。是。娘娘，贵妃前长宫许多账册仍在朝阳宫封存，贵妃抱病禁足，奴才等娘娘示下。那便现在去取。夜深了，朝阳宫那边恐怕苏令仪受惊，还是恐怕他的人来不及藏东西。传话，18年来月例赏赐、采买药材、香料、库银支出各宫礼单，今晚全送来。少一本茶馆册人，缺一夜茶经手人。若有人阻拦，记下名字。清账只是第一步，谁借苏令仪的手得利，谁替他递刀，都要写明白。娘娘，朝阳宫说贵妃病重，账册散乱，明日再送。半个时辰内不送，便由禁军开库，到时翻出来的可就不只是账册。今晚坤宁宫不叙旧，只查账。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，娘娘万福金安。娘娘回宫，6宫有主，臣妾等皆可安心。贵妃娘娘病重不能来请安，昨夜还惦记娘娘身子，叫臣妾代问一句。本宫身子如何？太医院每日汇报。昭惠贵妃若还有精神惦记旁人，想来病也不重。臣妾失言。今后坤宁宫里不必替别人传话。儿臣给母后请安。太子还有何事？这是东宫库中最好的金疮药。昨日儿臣见母后手上伤口未愈，儿臣从前不知您身份，被人蒙蔽，伤了母后，不敢求立刻原谅，只求母后先用药。你昨日可去看过昭惠贵妃？去过，太医说尚需静养，儿臣只是尽礼，并非仍要违逆母后。她养你18年，你挂念她是人之常情，这药也该先送去她那里。母后，儿臣是给您的，儿臣知错，母后罚我便是。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太子若真知错，便先学会守规矩。送太子出宫，再将这匣金疮药送往朝阳宫，就说太子殿下一片孝心，请贵妃好生收着。母后，儿子当真不知您的身份，若早知您是亲生母亲，绝不敢伤您分毫。起来说话。18年来，儿子不孝，往后母后要我如何补偿，我都愿意。补偿什么？18年母子空缺，还是安阳那夜，你命人按住我的手，用刑逼我救苏令仪。那时我只以为您是安阳大夫，母妃病重，太医无策，我一时心急，才失了分寸。你为养母心急，我明白，可你也知道我是人，会痛，会流血，知错容易，有些错不是跪一跪送一葭药就能抹去。母后，儿子只是想弥补，难道您连一个机会都不肯给我？若苏令仪明日又病危，你还会不会来求我？若我仍不救他，你还会不会觉得我冷血？太子，你的孝心已经有了归处，不必勉强分我一半。娘娘，希望殿下求见。宣，臣儿请母后安。和臣幼年师母，先皇曾我当年留下的书《治政札记》交给他，虽未在我膝下长大，却把每一句教诲都记在了心里。起吧，怎么这个时辰才来？
太子殿下。太子身上也有伤，金疮药既是好东西，便带回东宫自用吧。太子若无旁事，便先起身。齐王来请安，莫叫他一直站着。兵部急务耽搁，来迟了，请母后责罚。什么急务？西北军械策与库数不合，儿臣亲和三库，封了2处账房，才误了请安，礼不可废，儿臣有错。既是兵部急务，便不算无故迟来。兵部账目若牵出采买亏空，少不得惊动内库，一处已列，请母后先过目。你倒是细心。母后从前教过，宫里最怕糊涂账，账糊涂了，人心也跟着糊涂。二弟有心，只是母后才回宫，前朝兵部之事何必拿来烦扰母后？太子殿下说的是，若有人借贵妃病中用赌遮掩亏空，更该让母后怎么治？齐王说的不错，太子的孝心，本宫知道。昭惠贵妃病重，更离不得人，你该先去她宫中侍奉。儿臣遵命。母后仁慈，替太子殿下保全孝明。贵妃病中受惊，既是你亲自带她出宫，今日便去昭阳宫侍疾。母后，怎么不愿？去吧，坤宁宫不必日日来请罪。你既心系昭阳宫，便把孝道尽足。皇兄仁孝天下皆知，贵妃病重，有皇兄亲试汤药，想必定能宽心。儿臣遵母后懿旨。皇兄慢行，若有宫中所事，臣弟可替皇兄向母后禀。不劳齐王费心。母后身子才好，皇兄既要侍疾，便莫两头奔走，也扰了母后清静。兵部的差事办得如何？经营名册已核过，空箱3处，军械库2笔账对不上，旧册已封，明日呈父皇。牵涉哪几家？有苏家门生，也有东宫詹事府旧事举荐的武官。银子从哪里走？批文谁签？兵部谁遮掩？都要凭据，证据不齐，便会被反咬构陷。母后是在教儿臣。你既领了差事，就要办漂亮。朝堂不是行宫，没人因你年幼让你赋分。拿回去看。纸面军额与边关粮草如何相连？看不懂，明日再来问。儿臣谢母后。陛下，贵妃娘娘旧疾入肺，又伤根本，臣等只能用老山参、紫雪丹、鹿血丸吊着。若要好转如何？须得皇后娘娘亲自诊治。皇后是大雍皇后，不是太医院的医女，治不好就照实血脉案，别把差事推去坤宁宫。遵旨。娘娘，东宫已来2回，太子殿下想请安，就说本宫头疾未愈，免了。儿臣只见母后一面，说2句话便走。6宫账册堆积，本宫无暇见客。太子若孝心无处安放，昭阳宫更需要他。母后还是不肯原谅儿臣。太子殿下请回吧，娘娘吩咐了。劳烦通传，东宫送些补药与请安帖来。娘娘头疾未愈，正卧床休养，不敢劳烦殿下挂心。近日6宫账册积压，娘娘忙于公务，实在抽不出空。再过几日便是祭禧，娘娘正核对祭礼名词，实在无暇见客。西北军械账目虚实，儿臣请先清点各位实存，再对兵部旧档，3月内重造册录，有亏空便追剑手主官。殿下所言虽好，只是牵涉甚广，恐动摇军心。军心不在糊涂账上，将士拿不到足额军械，才会寒心。说得好，此事由齐王协同兵部去办。朕要看的不是空话，是结果。娘娘，太子殿下又到殿外求见了。告诉太子，本宫今日乏了，若他真有闲工夫，就去问太医院，贵妃今日参汤可按时用了。儿臣遵命。
夜深了，还看这些做什么？贵妃若真死在这时候，太子怕要怨我一辈子。他敢！妃陵清静，正合他意。苏母妃养育孤多年，孤既登基，追尊圣母皇太后有何不可？至于谢氏，能入妃陵，已是孤全了生身之恩。纯太医，不必，别叫人。我梦见你死后，你留下遗命，要我与你合葬，可何瑞不肯。他追封苏令仪为圣母皇太后，却把我送进妃陵，荒唐。他还说我不过生了他，喂养他一日，受他一拜已是恩典。朕还在，只要朕在一日，谁也不能动你的皇后之位，更不能改你百年归处。何瑞年少，被苏氏养得亲近些，未必会糊涂至此。太子殿下，殿下，娘娘正在休息，陛下也……姑要见母后，谁敢拦姑？太子带人强闯坤宁宫，是来请安，还是来问罪？母后，儿臣求您救救母妃，太医院无忌，安阳人人都说您是神医。苏贵妃有太医院诊治，我不救，因为我不愿。还养了儿臣18年，您是生母，亏欠儿臣多年，如今一张方子便能弥补，为什么还推拒？太子今日不是来求，是来逼。若逼能救母妃，儿臣愿担这个罪名。放肆！朕倒要问问你担得起什么罪名？父皇，儿臣只是心急母妃病情，母妃对儿臣有恩。有恩便可越过礼法，强闯中宫，指责生母。皇后受害之事，朕尚未与你细说，你倒先替苏氏讨债。可她快死了，母后明明能救。皇后是大雍国母，不是东宫召之即来的医女。太子失德失仪，禁受各杖20，太医罚俸半年。送太子出去，坤宁宫往后无本宫传教，不许东宫擅入。娘娘，前殿有变，御史台递了弹劾折子。谈的是御史台，还是苏家？臣弹劾苏承恩强抢民女，逼死其父，又引太子出入酒色歌房，纵马伤民，苦主已在京兆府鸣冤，请陛下明察。一派胡言，犬子谨慎！太子乃储君，岂会与浪荡之徒同游？苏承恩抢人时，自称贵妃兄长，太子舅父，街坊皆可作证。太子舅父，朕怎么不知？东宫何时认了苏家做外家？北营军械条陈数目有误，臣已退回东宫重核。淮南赈济文书漏了2县灾民，若照原数拨发，3日便要断粮。朕交给你的差事，你可亲自看过？儿臣因贵妃病重，心神不宁，属官呈上时未能细核，儿臣知错。你是太子，先有社稷板民，后有私情孝道，为一妃病重误军务民生，这就是你的知错。军械不清，政绩有漏，苏中恩案牵涉东宫，齐王，你如何处置？封存北营领用册，由兵部、御史台会同清点。朕即先按高数拨半数救命粮，再快马复核。苏承恩案交3司会审，谷主入关役保护，涉案者收押，借公民干预者罪加一等。准。太子萧何瑞失察误政，结交不检，即日起禁足东宫。北营淮南苏城案由齐王协理，6部配合。朝臣可有异议？无人敢言，只是散朝时，许多大人都看了齐王殿下一眼。太子萧何瑞失仪失德，暂禁足东宫，无诏不得出。东宫未竟事务，交齐王萧何臣暂理。齐王可接旨了？接了。齐王殿下说谨遵圣命，连夜去文华殿合帐。陛下还拨了2名中书述旨。今日散朝后，
没人替太子求情，御史台也安静。不是安静，是在算东宫还能不能起，齐王值不值得压。陛下娘娘，苏家地牌子，太傅夫人称贵妃病重，求入宫探望。不见。今日起，苏家递来的信、药、物件，先送坤宁宫验看，未得本宫准举，不许往昭惠殿和东宫送半步。未得本宫准举，不许往昭惠殿和东宫送半步。照皇后的话办，另命禁军换防东宫外门，不许太子私自传人。苏家派了3拨人，一波送药，一波替太子送旧书，还有一波塞银子打听朝上风声。苏家还真把东宫当自家门庭。从前是，今后不是了。苏母妃养育朕多年，追尊圣母皇太后有何不可？至于谢氏葬入妃陵，已是朕全了生身之恩。殿下，你又梦魇了。这几日，孤总梦见灵堂、遗诏、妃陵，梦里孤像是做过许多事，却醒来又记不真切。不是梦，那不是梦。殿下，把他送去坤宁宫，告诉皇后娘娘，他若认得此物，便请念在旧日母子情分，见孤一面。母后也记得，他一定也记得。娘娘，东宫来人，太子被禁足，不能亲来，只命奴才送一件旧物，请娘娘过目。朕才下了禁令。来人说，不是信，也不是话。太子说，皇后娘娘若见了，必会明白。若有姑娘能看懂你案头山石，或许便是半个知己。这是把东西留下，告诉东宫，明日本宫会去。母后，太子这一声母后，叫的是今生，还是前世？母后，我们移步屋内。您见了这块石头便肯来，母后也记得对不对？春燕太子妃我怕雷，还有您教我写第一个孝字。太子今日叫我来，是要叙旧？不是，前世未必全如您所想。那时我病重，苏家宗室礼部都是神志不清。如今我被禁足，齐王接政，苏家又乱，儿子只有您了。如今我被禁足，齐王接政，苏家又乱，儿子只有您了。安阳那日我不知您是生母，才会冒犯。若早知道，绝不会动刑。求您看在母子一场，给我机会。我今日肯来，确实念母子一场。但不是认回你，也不是替你求情，更不是听你用神志不清抹平前世羞辱。您当真不认我了？前世我生你险些丢命，养你压下旧疾，从未掣肘你朝政。可你临终遗诏，追封苏令言为圣母皇太后，命我入妃陵与陛下隔开。萧和瑞，从那一刻起，母子情分已被你亲手斩断。母后，前世那话臣出口便悔，病中糊涂，朝臣宗亲催定哀荣。母妃养过儿臣，儿臣只是想补他一份恩情。所以你追捧苏令仪为圣母皇太后，令我不得与先帝合葬，只能入妃陵的旨意，也是补恩。您与父皇合葬，母妃名分难安，苏家宗臣急在，儿臣不敢生息。所以你清楚那旨意会如我，只是我已经死了，受辱也无妨。拿我的陵寝和夫妻之意换苏令仪尊荣，苏家闭嘴，你的人孝名声很划算啊。不是，今生儿臣可以改，儿臣会奉您为母，让天下都知道您才是儿臣生母。你仍不明白，我要的从不是你赏回来的名分，更不是你权衡之后补给我的孝顺。若你前世临终只留一封悔过书信，或许我还信一分。可你下的是圣旨，金殿宣读，百官听命，宗庙流荡。母后，我那时病得昏蠢，病得昏蠢，还能替苏令仪想得周全。你不是失言，是权衡后觉得死人不会喊冤。你拿他来叫我记起前世对你的好，可惜我记得的不止这些。母后今生扶持齐王，也是因为记得这些。和臣聪慧、勤垢、知恩，从不把旁人的牺牲当作理所应当。他记在我名下，以后自然走得更稳。所以母后已经不要我这个儿子了。是你先不要我这个母亲。母后既已选了齐王，又何必来东宫？你不是只为断恩怨，你在查苏家。你不是只为断恩怨，你在查苏家。
苏家二房在江南强占民田，逼死佃户37人。那位舅舅如今还在京中替苏太傅奔走，想封我的药铺。那只是最小一桩，真正不能碰的是河运、军粮和科场。外祖父门生之名收束寒门局主，肯投苏家便有名额，不肯，卷子再好也压到榜尾。继续说。成安17年，北境粮道亏空30万血水患，其实一半被苏家转卖盐商，一半掺陈米送军中，冻死饿死的兵卒不止奏折上的400人。证据。苏家老宅东跨院井下暗阁，还有陈氏手里几封信，是外祖父牵制姻亲的。若要动苏家，先2房先动苏令义，他一病，苏家会立刻销毁旧物。我清楚，因为前世我替他们收拾过这些烂摊子。母后既知苏家罪证，交三司审理便是。可苏令义病重，未必撑得到那日。放心，他死不了那么快。太医院会保他性命至三司审结，让他接受依法审问。你要折磨他！你急什么？前世你亲口下旨追成他为圣母皇太后，令我葬妃陵，与陛下死后常离。如今不敢听，是知道那不是失言。儿子知道，你怕的不是我疼，是没了倚仗，怕齐王得势，怕我不再认你。若我帮母后查苏家，亲自指认舅舅和苏家门生，可否别让他受那样的罪？那是你该做的。他买通太医，改我产后药方，害我与亲子分离18年。苏家偷来的富贵、名声、圣宠，还有你那母妃，全踩在血上。我不要他现在死，我要他看见苏氏凌入刑部，陈氏长旧债，苏家男丁流放，女怨冲击，门生故旧，人人避他如祸。那儿子呢？若还记得自己是太子，就做太子该做的事；若只记得自己是苏令仪儿子，就守着他等苏家败亡。别再拿血脉求我，不是我非你一个儿子不可。传谢明远入宫，再叫安阳知府把旧账册、药铺往来名册送来。娘娘要查苏家，不是查，是把他们埋下去的东西一件件翻出来。江州驿道、湖阳县学、安阳药铺旧案，还有苏家3房庄子上死的丫鬟，先查这几处。这些案子年头不短，又牵着苏太傅门生，所以暗查。人证先护住，卷宗抄副本，若有人灭口，直接报齐王府。为何是齐王府？太子禁足，东宫事务总要有人接手。为何是齐王府？太子禁足，东宫事务总要有人接手。殿下，皇后娘娘召了谢家人，又往安囊送信，坤宁宫的人还去了齐王府。母后见了齐王，未曾亲见，只递了话。孤记得那么多旧事，偏偏换不回他回头。殿下，朝阳宫来人了。贵妃娘娘咳血了，念了您一晚上。贵妃娘娘咳血了，念了您一晚上。娘娘说她如今只剩殿下了。殿下，告诉母妃，姑稍后便去。稍后是何时？母后，儿臣昨夜封了东宫书房和詹事府库房，先取3类卷宗。哪3类？兵部调兵军械，刑部羁押重案，还有苏氏门生经手的地方省报。许多案子名义上与苏家无关，现却都绕回他们的人。台师闹事的人留下的，台师闹事的人留下的。老者死前没服我的方子，药渣却掺了相克之物，给银子教喊话的人，出自苏家安央旧铺。那些衙役来得极快，像早候着，所以从地方官查起，先查安阳知县府衙，再查举荐升迁，刑部案也翻出来。太子禁足，正是清账的时候。儿臣明白，苏太傅账面干净，苏承业却贪财好色，常结交兵部小吏、刑部秀吏。儿臣想先查他。你父皇让你主理此事，没看错人，但不要惊动苏家。明面查詹事府失职，暗地调兵部、刑部旧卷，证人互助，账册结下，苏承业不抓。是，儿臣会让他们以为我还在清点东宫杂物。
娘娘，宫门外有妇人击鼓告苏家，她昏过去前怀里掉出血书，指名呈给皇后娘娘。带进偏殿，封锁消息，传太医，传禁军。今日起，所有入宫喊冤之人，先保命，再问案。民女沈氏状告苏家子弟强抢入府，逼死舞女。抬起头来，说清楚。民妇女儿柳娘在城西绣坊做工，3月前被苏家2房公子强抢入府，我去要人，被打断肋骨。娘娘，这是阿姐托出的血书。她说若她死了，别去京兆府，府尹收了苏家银财。半月前他们送回博官，说我女儿疾病死了，官里她脖子全是勒痕。京兆府不收状纸，还要杖罚我。谁拦得状纸推官冯良？他说苏太傅门下岂容刁民攀倒？清代把人安置偏殿，内外换陛下亲队值守，饮食汤药你亲自验，传齐王即刻进宫。是。母后，又是苏家？不是又，是他们从来如此，只是从前有人替他们压着。冯良3年前由外县县节调入京兆府，保举人许成是苏太傅门生，周牧、赵训也出自苏氏临春案。涉苏案子不是证人报诉，就是苦主翻供。周牧、赵训也出自苏氏临春案。涉苏案子不是证人报诉，就是苦主翻供。娘娘，有人在西华门外看大滚柳家独自尽，身上搜后咬出苏府腰牌。看见了，他们比我们更怕这封血书。何臣，卷宗、任免文书、证人名册分3处存放。柳家母子留在坤宁宫，谁来要人，先记名，再放消息。儿臣明白。先锋京兆府旧案，拿冯良、审许成，引他们自乱阵脚。娘娘，苏太傅府上的陈夫人递牌子，说贵妃病重，求入宫探望。赵公归回他，贵妃染疾，外命恕不得随意入内。他不让母亲进宫，齐王都查到苏家门生头上了，他是要看苏家去死！娘娘，太子殿下还在东宫禁足，禁足又如何？告诉他，若苏家倒了，他也别想干净。旧账严指安阳药铺，绝不能落到齐王手里。许之笔，孤不能出面，难道连提醒外祖父都不能？焚旧账，换言引册，安阳旧案相关人速离京，魏勋只推帝母后求情。娘娘不呈给陛下。他既要保苏家，就让他多走几步，走得越深，往后越洗不清。焚旧账，换言引册，安阳旧案相关人速离京，问讯只推地方速立，切勿再寻母后求情。娘娘，可要即刻送去御前？不急，拿薄绢来，照折痕、蜡印、墨色一样一样临。娘娘要放他出去？信到不到苏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东宫想让他怎么到苏家。明路出不了宫，若走暗路，多半经上衣阁送洗衣物，再由采买太监出玄木门，也可能借朝阳宫药篮。贵妃病中常取药，盘查比平处松。抄近3个月上衣局、御乐房、玄武门出入册，沾东宫、朝阳宫、苏家的，另列名册。不要惊动皇上，也不要让齐王知道。齐王查苏家，这封信查太子。香囊原要交给郑女士，她今夜当值，已收了访信出宫，后头有人跟着。别抓，让他们走完这条路，每经一人记一人，每换一次手记一次，等网织完整了再收。东宫这几日一直在等回信，
苏家可有人递消息进来？没有。朝阳宫呢？贵妃娘娘病重，宫门看得严，也没有。废物，一封信都送不出去！不是送不出去，是母后结了，却没交给父皇。他要顺着这封信，把东宫埋在苏家的线一根根拔出来。他当真不要我了？把同年各宫脉案、药房出入簿一并取来。娘娘，是贵妃用药有异。不是她18年身子康健，用不着这些安神药。曼陀罗子3个月治了6回，更不寻常。记在谁名下？传太医院旧人，不要惊动院士，只叫当年药房当值，如今退下来的那几个。本宫问旧账，不问今日。说实话，尚有活路。皇后娘娘恕罪，奴才年老眼花，就是怕是记不清了。坤宁宫产后方，原方是谁拟的？后来为何多了曼陀罗子？温补药又减半？原是刘太医拟的，只写补气，方子稳妥。后来送来的方签有太医院印，也有刘太医私章，奴才只按签押配药。方签呢？旧方签3年1焚，可那年坤宁宫少了一张，存根只留替换记录，来替换的是朝阳宫的人，拿着苏家腰牌，还跟着刘太医的小徒弟。刘太医早已告老，只是近来又被召回宫中替昭惠贵妃看病续方。收好，另蹭一份送去齐王府。原件留在本宫手里，再查刘太医家眷，尤其18年前后谁收过苏家的银子。带他进来。老奴见过皇后娘娘。起身得话，今日只求证陈年旧事，不必多礼。这是我家主子当年常戴的醒神囊，他为何会在我产后第3日突然来坤宁宫？主子本来送贺礼，听见内殿哭喊，旁人说娘娘产后失心，不许靠近，可主子不信，硬闯了进去。进去之后呢，娘娘那时心神不稳，时常分辨不清周遭，抱着小皇子不住难过。每每喝下汤药后，状态越发差。太医只说产后惊异，一味用调理汤药压制。他又是如何察觉汤药有异？主子常年服食调理药剂，一闻汤中气味便觉异样，前去询问当班太医，却说凤体药方不可外传。当日值守诊脉之人是谁？正是林院判。当年主子私下留存半碗汤药找人查验，得知汤中添加了有碍修养的药材，当夜便入宫面圣，死死护着小皇子，不愿他被轻易带走。先妥善安置嬷嬷，暂住偏殿等候后讯问。待森司医官到齐，再一同对证，不可私下相见。这份残渣与旧笺分交2位老成医官分别一验，互不互通结果。陈周琦叩见皇后娘娘。18年前本宫产后调理，是你负责经手汤药记录，此事你还记得？时隔多年，宫中太医轮值繁多，许多事务臣早已记不亲切，未必全是臣经手。当年调理卷宗上皆是你的签爹，多笔大额银两分批送入你夫人手中，你作何解释？臣只按上头登记记录，并不知晓这批银两从何而来，内主之事，臣一概不知情。老爷，事到如今不必再瞒。苏家管事当初许诺，只要遵照贵妃的吩咐行事，便保咱们孩儿仕途顺累。如实交代，当年是谁授印改动本宫调理汤药？臣只是微调药方，本意是为娘娘静养安神。无端大幅改动调理配比，刻意扰乱心绪，这也叫安神调养？就因汤药被暗中改动，娘娘常年心神不宁，连亲生孩儿都无法近身照料，你怎能说毫无干系？臣知罪，也是昭惠贵妃授意，她命我暗中改动调理方子，令娘娘心绪恍惚，无力亲自母于太子。苏令仪亲口吩咐，她只要本宫不能服子。亲口？她还问过我是否有法子长久损耗娘娘身子。臣顾虑宫中议不核查，不敢做得太过。所有前因后果一一如实写清，遗漏半点，
后续便交由三司完整彻查你一家全部往来账目。好一个苏令仪，朕只当他贪心，想借瑞儿和贵妃之位立足。原来他从一开始要的就是你的命。来人，将这老匹夫拖出去！此人罪证关键，绝不能草草处死。苏令义一直心存侥幸，妄图脱身，留他作证，便可彻底揭穿他所有的恶行，让他无从抵赖。押入诏狱严密看管，好生保全人证，以待查证。每日核查逛况，人证若有差池，值守者一并追责。赵州，召回贵妃宫中所有药膳、汤水、香料，重新查验。太医署另派不设苏家的医官轮值，暂且留其性命，严加医治看管，务必戴罪候诊，听候处置。奴才遵旨。阿恒，是朕迟了。不迟，罪人证人皆留，自有公道另论。万事证据齐备，定要让他伏法认罪。娘娘，召会贵妃求见。让他进来，既然来了，便听完。谢氏，你凭什么动苏家？凭什么动父亲？他再有不是，也是你的亲生父亲。非连礼数都忘了，你买通太医改我产后药方时，可曾怕过不孝不义？住口！你产后疯癫，满宫皆知，是你福伯，关我什么事？你还盼我熬不过虚耗？皇后病逝，太子年幼，你这个贤淑姨母便能顺理成章抱走他。谁在那里？谢氏，你故意引我来？我从未引你，是你为了苏世林，为了苏家病成这样，还要闯进坤宁宫。贵妃娘娘，臣不敢再瞒。当年苏家给了3000两银票，娘娘亲口吩咐，若皇后不能扶子，太子便只能依附您。臣有罪，句句属实。是，我知道你查到了又如何？你不是没死吗？如今还好端端坐在皇后位上。母妃，你方才说什么？姐姐，不能只听一个太医胡言。当年药方经手那么多人，凭什么说是我？太医院存档、旧宫人口供、传话内线，皆已画押。18年过去，活人未必都忘。太子想听便让他听，你养他18年，也该让他知道他的贤母做过什么。我没有害瑞儿，他病了我守着，读书晚归我等着，我待他如亲生。所以你先害疯他的亲生母亲，再把嫡长子抱到膝下，一石二鸟，算得精明。是你产后失常，谁敢让你靠近孩子？我也是为瑞儿好，为他好。日日说孩子克母，陛下厌我，逼我离宫，也叫为他好。我记得抱不稳孩子，也记得你在帘外哭，说愿替我照看瑞儿。我夜里要见他，却被你的人拦在门外。若非齐王的小姨母入宫，察觉我药后脉象不对，又撞见你的人抱走瑞儿，我早成疯妇。他也只认你。齐王的小姨母，他不吃苏家的银子，也不怕陈氏的后宅手段，是他连夜禀告陛下，替我换药，护住瑞儿。姐姐，是我错了，我嫉妒你是嫡女，是皇后，陛下心里也只有你。我只是想争一条路，我不求你救我了，可父亲老了，看在同出一门，保住苏家几条血脉吧。同出一门？陈氏怎么进苏家？苏世林又如何纵他害死我母亲？要我也说给太子听吗？我回来本就不是成全女。姐姐，父亲年迈，受不得牢狱之苦。苏家男丁若都下狱，苏氏一族就完了。苏家完不完，与我何干？与你何干？你身上流着苏家的血，苏世林也是你的父亲，你恨我恨我母亲都可以，可父亲给了你性命和姓氏，你不能眼看苏家被清算。给我性命的是我母亲，怀胎难产抱我熬过寒夜的人都是她。苏世莲给了我什么？一个族谱上的字，
还是一座任人欺辱的宅院？你不能这么说，父亲当年也是有苦衷。他的苦衷是纵陈氏登堂入室，只看正妻无路可退，是我母亲死后急着扶外室做主母。那都是上一辈的事，何必牵连整个苏家？你后来入宫为后，苏家也因你荣耀。我母亲死时，我还在苏家。陈氏的脸色，苏世林的沉默，满府改口唤他夫人的声音，我都记得。我入宫是陛下亲迎，先帝赐婚，苏家借皇后之名得了多少体面，你们心里清楚。姐姐，你不能这样，你也姓苏呀！我不姓苏，从我被迫离开苏府，从苏世兰18年不问我死活，从他封我药铺逼我救你起，我便与苏家再无父女情分。可血脉断不了，姐姐，血脉断不了啊！血脉若有用，我母亲被害时他为何不护？我离宫18年，他为何不寻？告诉苏世林，想以父亲自尊，先去我母亲灵前问问他配不配。别叫我姐姐，我只有母亲没有父亲。苏家的债，苏家自己受着，谁也别想拿一个苏字压我。姐姐，父亲纵有不是，苏家也是你的根，你不能看着他们死。根？苏令仪，陈氏踏进苏家那日起，你们的根就烂透了。你不许辱我母亲！她本是外室，怀了你，便想做苏夫人的位置。那时苏家有正妻，有嫡女，还有我母亲腹中未出世的孩子。苏世林明知蹊跷，却压下所有口供，只为保你们母女。不是，我母亲说是她自己失足，是她命薄。我母亲的命，不由杀人凶手的女儿来评。苏世林纵恶遮掩，偷来的体面，待久了也不会变成自己的。我错了，我不该害你，不该改你的药方，不该抢走瑞儿。求你救救父亲，救救我母亲，哪怕只救他一个。我今日见你，不是听你求情，是让你亲耳听见，苏家无人无辜，陈氏、苏世林，你该受的一个都不会少。你当真不救？我是你妹妹，瑞儿叫了我18年母妃，苏家倒了，她也会被人议论。那是你们欠她的，不是我该替你们还的。听够了吗？萧和瑞，出来，把你的母妃带走。太子殿下，听了这么久，也该出来了。瑞儿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恨我，什么话都说得出口。母妃，方才那些话是他逼你说的吗？太医的药方是你叫人改的？不是，我逼糊涂了。那时你还小，皇后自己离宫，陛下也允了，与我有什么干系？我问的是药方。瑞儿，我养你18年，就算我有错，对你的心难道是假的吗？快，带我走，离开这里。贝辇，送贵妃回宫。太子，路上慢些，贵妃病重，经不得惊吓。多谢皇后娘娘提醒。你小时候怕黑，都是母妃抱着你睡。你不能因外人几句话，就忘了是谁养大你。母妃身子弱，别着凉。你躲我，瑞儿，你不能不认我。我没有孩子，只有你一个。父皇，苏氏门生包庇串供，强抢民女，构陷安阳药铺诸案已核清，证词、账字、书信皆在此。齐王年轻，恐受奸人蒙蔽，老臣教导储君多年，门生一二不孝，岂能尽归苏家？若只是一二不孝，本王也不敢惊动父皇。太傅救我！下官只是按苏家版事吩咐，才封了谢大夫药铺，无他致死人命。你家每年给京兆府刑部几位大人送银，安阳那次太傅亲笔批了4字，不可留叛奴！苏家养你20年，你竟敢攀咬主家！
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何在？臣在。苏氏诸案，即日起三司会审，凡苏氏门生因领受卷举者一律回避，敢传讯毁卷威逼证人者，与苏氏同罪。陛下，老臣侍奉先帝，辅佐陛下多年，纵有治家不严，也请念半生功劳，给苏家自辩机会。朕给过管束家人的机会，查清安阳之事的机会，皇后离府后尽父亲之责的机会，你一次也没有要。陛下，这是家事。强抢民女是家事，构陷皇后是家事，买通官府害百姓家破人亡也是家事。苏世林，你的资历遮不住这些血。娘娘，苏府正门已封，男丁禁押刑部。苏世林被摘冠带，沿街喊着要面圣。陛下见了吗？没有，陛下只传话，三司既审明白，照律办。涉案成年女眷依律流放，未涉案及年幼者由官府安置，不得私卖，所得充公。谢氏，苏家没了，你满意了？这是三司定罪，不是本宫写的判状。若非你挑唆陛下，齐王替你搜证，父亲怎会如此？他也是你的父亲。纵外室害妻，任续强辱我，我离府18年，他问过一句死活吗？这样的父亲你认？母亲不能去教坊司，他已是太傅夫人，受不了那种地方。我母亲和腹中他的孩子，陈氏踩着他们的血进苏府，今日不过回到该去的地方。你胡说，这不是真的。我临盆后的药方被动手脚，太医被买通，害我神思失常，母子分离18年，也与你无关。送贵妃回宫，无诏不许她再踏入坤宁宫。父母，贵妃忧惧攻心，救急骤发，需立刻静养。苏世林流放岭南，苏家成年男丁或斩或袭。陈氏明日随教坊司观测，清点入境。苏世林临押走前托话，想见娘娘一面。告诉来人，本宫没兴趣。娘娘，苏世林已在刑部门外候着启程，托差役递话，想见娘娘一面。把信烧了，告诉苏世林，我不见。他纵妾害妻，弃我18年，又拿安阳百姓性命威胁我时，可曾记得我是他女儿？如今落难，倒想起父女情分了。即刻下令传召宗正四卿、礼部尚书即刻入宫，彻底了结族谱血缘羁绊。娘娘乃中宫皇后，名姓牵涉宗册，若从苏家族谱除名，需本族文书与旁拜见证。这是苏家的见证。我母亲亡故后，舅舅数次上书接我归谢家，是苏世林不允。今日不问苏氏本族，不是求他们除我，是我不要他们。臣明白。娘娘，苏世林听闻娘娘不见，在刑部门外大喊血脉不可断，说您今日若不认父，便是不孝。押解时辰到了，便押走。他若再喊，就告诉他，谢氏女的父族早在我母亲坠楼那日就不在了。收好。说，本宫还能活多久？娘娘忧思过重，救急入肺，臣等只能尽力。本宫问的是，还能活几日？若能静养，或许还有数日。贵妃娘娘病重，想求见太子一面，东宫不敢擅闯，求皇后娘娘示下。他求见太子，来求本宫做什么？贵妃娘娘说，太子殿下从前最听您的话。去东宫传话，本宫不拦。殿下身子不适，不见。殿下，贵妃娘娘只想见您一面，恐怕撑不过今夜了。殿下说知道了。瑞儿最孝顺，她会来的。
他只是怪本宫瞒了他，他不会不来。殿下，娘娘说这一辈子只求您这一回。殿下，朝阳宫那边还在等。关门，今夜谁来都不见。娘娘，殿下不来，他不来。太子呢？娘娘，东宫没有回话。再去告诉他，本宫快不行了，只要见他一面。娘娘，殿下说夜深风寒，请娘娘安心养病。安心养病，他竟连骗我一句都不肯。去坤宁宫求皇后，让他叫太子来见我。昭惠贵妃病中糊涂，坤宁宫不是她传话的地方，送回去。娘娘，可要派人去看看。按宫规。陛下，昭惠贵妃抚养太子多年，若不入妃陵，只怕外头议论。他有罪为明昭天下，已是朕给太子留体面。这没了。陛下召臣等前来，可是为昭惠贵妃身后理治。苏氏之事，昨日已定，不在意。你指朕与谢氏少年相守，帝陵主位预留谢氏同葬，其余妃嫔各循本朝旧制安置妃陵。后世无需在意妃嫔配上帝陵之事。陛下，此事关乎祖制，是否等以后？祖制本循人情，朕与皇后患难相守，岂容以后俗人拘泥条文，轻辱发妻，即刻录入宗正御敌，礼部内廷各存密档。此只为朕本心规制，维护皇后名分而定，后世当坚守遵从，永无更改。都办妥了。皇后谢氏同葬帝陵。从前是我不好，无论那是你的梦境还是真实如此，我都应护你。只是希望你懂我，无需自责。无论将来谁继位，都不能把你赶去妃陵。娘娘，太子殿下这回倒像是真怕了。怕，不等于悔。他把詹师傅的印也交了。何瑞错得厉害，可到底是朕与你的孩子。陛下心软了，若他低头只因再无路可做，陛下分得清吗？朕不是替他开脱，朕是帝王，也是父亲。朕认错，是放下偏执与不甘。他明知前因后果，依旧暗自辩解，几卷经换不来真心悔过。陛下，娘娘，齐王殿下求见，说有急事。儿臣查东宫旧属，发现3万两，分6次转出，流向城外西南庄子。庄子挂在苏家远亲名下，近期频繁接触苏家旧部，收拢零散家丁。探子回报，那庄子往来人手繁杂，多是昔日苏府旧人，不像佃户。私结旧部，儿臣不敢妄断，但银两出自东宫，又尽数笼络苏家残余势力，请父皇准儿臣继续暗查。查，不要惊动东宫。东宫权柄已收大半，何须大肆囤积粮草物资？儿臣也因此起疑，2个月间，大量粮料、布仆物资源源不断送入庄中，
手笔远超寻常私庄所用。不止物资，他们四处收拢苏家旧仆旧属，但凡受过苏家恩惠，尽数暗中安置。安置的人底细可查清。昨日有人暗中转移这批人，销毁往来公迹，像是提前得了风声。萧和瑞在安阳逼我回宫前，便已暗中布局，派人稳住苏家产业，安插人手盯我行踪。这些人一半藏在东宫，一半挂在苏家厅之名下，你拿去逐一对照。赵全前冒苏城里，苏城里是苏氏远房，城外那座私庄便是他名下。先前抄检苏府时，因不在苏氏里名下，得以侥幸存。所有银钱人手是否尽数汇聚此处？粮草物资走北门陆路，人员分批暗中入庄，钱人踪迹技术在此汇聚收拢。娘娘，齐王府亲卫求见，说有急报。今晨数辆物资车驶出北门，技术送入苏城里私庄，庄门白日紧闭，借疫病为由隔绝外人。入夜之后，庄内人声嘈杂，不断有人暗中集结，听令行事，规矩森严，绝非寻常殿兵。若只是寻常安置家眷，无需这般隐秘森严。而臣遵父皇密令，遣可信之人伪装探查，查清庄内人数与真实目的，务必拿住实据，交由父皇定夺。萧和肉最擅长示弱卖惨，博取父皇心软，没有十足实证，不可贸然上奏。这庄子挂苏家名下，他定会推说是苏家余孽私自作乱，与他无关。那便将所有牵连之人往来证据一一查清，无可抵赖。父皇密旨，只查虚实粮仓，取证留痕，不许惊动庄中之人，不许擅自拿人，不许私自决断。属下明白。重点查清庄中落脚之人身份，往来书信、银钱账册，但凡牵扯东宫的痕迹，尽数取证留存。入夜记住安分待着，不许外出，不许私语。嘘。东宫那边催得紧，月底前还要再安置一批旧人入庄，银钱依旧走采买公账遮掩。这些人身负旧案，唯有此处能藏身。证据已然足够。不够，殿下要的是让太子无从辩解，无可推迟。情况如何？庄中私藏闲散旧人属实，名册清晰记录东宫旧属、苏家余党落脚记录，所有开销银钱都出自东宫隐秘公账。殿下，证据足够禀明皇上，请旨彻查。足够查封庄子，治罪管事，却不足以撼动东宫。那怎么办？继续盯着，他心有不甘，不肯安分，迟早会再露破绽，自己递出实据。证据确凿，朕今夜便下旨彻查，捉拿涉案之人。此刻收网，只能拿下庄子一众下人管事。萧和瑞必会推诿，说是下属背着他私自行事，他全然不知情。皇后是想等他再度露出破绽？不是等，是让他自己袒露本心，放出风声，陛下顾念父子情分，不愿深究旧过。庄子一案只办苏家余党，不牵连东宫半分。他若真有悔意，便该主动来朕面前请罪。他不会，他只会以为陛下心软姑息，以为自己仍有周旋翻盘的余地。父皇果然心软念旧，齐王查到庄子又如何？只要父皇不肯动我，这些旧人便还有用处。殿下，如今宫禁森严，朝堂紧盯，此时再行事风险极大，不动，难道坐等齐王搜罗罪证，把我彻底扳倒？庄子已经被盯上，不宜再调动人手，那就暂且不调动庄中之人。明日父皇赴太庙祭祖，宫内守备松懈，你们趁夜联络各处旧部，稳住人心，留存势力。只要根基还在，
我便还有翻身之机。殿下，这般私结党虎，暗中培植势力，已是大错，万万不可再错。大错！孤身为储君，本就该稳坐东宫。齐王处处针对，母后偏心偏袒，凭什么步步紧逼，断我后路？禁属拿下，严加审问。人证物证记述在此，封座入宫，交由三司核证。父皇，司庄已封，查实庄内私藏闲散旧部100余人，账册、司令俱全，皆有太子私印，正其私下结党，暗中笼络旧部，私用东宫库宇。传萧何瑞，跪下！人证物证俱在，还要怎么狡辩？儿臣冤枉，儿臣只是感念旧情，苏家覆灭，儿臣稍加体恤，何错之有？体恤旧部，何须隐秘私庄，私用公银？此举是私结朋引，蒙蔽圣听。母后，儿臣是你的亲子，你真要眼睁睁看着旁人构陷我？走到今日这一步，害你的从来不是旁人，是你自己的偏执与贪心。萧何瑞，你身居储位，不思恭尽守礼，恪尽本分，反倒私结旧部，欺君罔上。朕若再训父子私情，姑息你，何以端正朝纲，抚育君臣？父皇，儿臣从未有异心，儿臣只是心中不安。不安便私蓄势力，蒙蔽朝堂。若再纵容，必然愈发胆大，祸乱朝纲。即日起，废萧何瑞太子之位，夺东宫印绶，交三司会审，彻查结党私藏之罪，依法处置。父皇，我是您的儿子。人心偏执不究，终会自困绝境。国法昭昭，从不徇私。太子萧何瑞私结朋统，暗蓄旧部，私用公银，欺君罔上，德不配储位。即日废为庶人，收回东宫印玺仪仗册宝，幽禁别院思过，静候罗法处置。父皇，儿臣从未结党乱政，儿臣只是自保。自保？你暗中收拢罪徒，私蓄势力，是自保还是妄图顾全？是萧何臣步步紧逼，母后偏心。若非你们步步相压，儿臣何至于此？朕与皇后皆给过你无数改过之机，是你自己执迷不悟，亲手断送储位，带下去。母后，你替儿臣说句话，儿臣知错了，再也不敢偏执。你是我唯一的生母。今日若是齐王犯错，落得这般境地，你会宽宥放过他吗？若是今日被废囚禁的人是我，你会出面替我求情吗？你既做不到宽宥他人，便不必奢求旁人宽宥你。国法无私，臣妾无异议。带去别院思过。萧玉啊！陛下，国不可一日无储。齐王查东宫有功，待陛下理政，安抚西北军报，贤德可堪东宫之位。臣附议，请陛下早定储君，以安天下人心。臣亦附议。父皇，儿臣不敢。此事容朕在意。齐王萧何臣德姿端重，德行昭长，今册为皇太子，入住东宫。入住东宫。儿臣必谨守储君之责。朝臣今日请立何臣为太子，你如何想？陛下问的是国事还是家事？都有。齐王能查案，能主政，能稳军心。若他担得起大拥江山，臣妾愿见其成。朕知道，你从来分得清。陛下也分得清。儿臣萧何臣叩谢母后教导。如今你已是太子，这一跪，旁人看见少不得议论。让他们议论。吾母后诏府举荐，儿臣未必有今日。受封第一件事，自该拜谢母后。太子之位是你自己挣来的，东宫不是享福之地，是替陛下分忧。儿臣谨受教。
北境军粮，你如何处置？先拨江淮漕粮30万担，户部核旧账，御史随粮北上。若有人虚报兵额，由御史取证，移交刑部依规查办。准。又看这个做什么？太医说你不可劳神。旁的能交给何臣，唯独这道旨意，我要亲眼确认。此旨入宗庙密档，若朕先行，皇后尊为太后，陵寝礼制依此，不许更改。臣等谨记。阿谢，这次不会再有人把你谋反。你少说2句，便是替我省心。往后朝政，你多担心，拿不准的，先问你母后。儿臣记下了。善待你母后。儿臣此生不敢忘母后教育扶持之恩。太后娘娘，叶廷来报，前太子殿下昨夜旧疾加重，已然故去。母后，按废太子旧例收敛，不入皇陵，不设谥号，力廷相关人等照规矩赏银。母后若想清静，臣妾等先告退。不必，人既已去，过往纷扰一笔勾销，我心中谈不上全然原谅。我与他多年心结，今日也算彻底放下了。母后受了这些年委屈，如今他去了，你也该松一口气。母后，魏子、姚黄、粉霞都候着您一句话呢。今日宫宴用哪一种？既然都好，便都折几只来，再替我取那只赤龙凤钗。陛下已往慈宁宫来，请太后娘娘移步花厅。母后您瞧，这株魏子开得最好，臣妾同贤妃争了半日，摇黄贵气，可颜色稳重。母后今日素雅，簪这朵才衬精神。不如每样捡一枝插在宴上，陛下来了也能一眼看见您这里最热闹。你们是赏花，还是借着赏花来哄我？自然是真心赏花，也是真心哄母后高兴。母后，儿臣来迟，让母后久等。不迟，正好赶上他们替你争花。既是给儿臣看的，可有母后亲手选的一枝？请母后赏儿臣一个体面。摆到主案上吧。母后安坐。今日宫宴为太后赏花添寿，开宴。